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莲花楼大火后，程毅很淡定。程毅来北京这几天正好赶上下大雪，有一小会儿待在户外的时间，他听见两个小朋友讨论要不要捡点树叶，给路边的雪人做个围脖。他们说，雪人晚上会冷。在莲花楼成为爆款作品的这一年，他的日程表密密麻麻，有数不清的工作等着去完成。但这一刻，他选择让自己沉浸在这样一幅雪白的画面里，因为他从中看见了发自真心的善意，微不足道又惊天动地。你看到什么，你在做什么，你的心境就变成什么。这句话说的不仅是关心雪人的孩子，也是在说程毅本人。如果你都不会生活了，那问题就大了。饰演李莲花让程毅得到了什么？除了一时的热度，更重要的或许就是喧嚣之外，更长久的认同。他原本就是个脚踏实地的人，经历过这样一个从英雄到众生的角色，更知道真正要努力去维系的是什么。很多细细碎碎的微小感触都是能打动他的存在，这些一分一秒流淌而过的时间，被他格外认真地体会着。虽然最近这几年都没空重拾钓鱼这类原本的爱好，但他在接触新角色时，学会了沉下心来，真正走进他们的世界里。喝茶、养花、养植物，或者其他需要干的事情，我都能通过角色找到不一样的兴趣，挺有意思的。演员的快乐，就是在不同的角色里体会不同的人生。他还学会了冷静地看待他人的眼光。演完了李莲花，就更加确定不必活在别人的期待里。平心而论，他也知道在取得一定的成绩后，外界对他的关注已经不可同日而语，但他从没想过让热度成为负累。毕竟每个人本就要面对不同的压力。对我来说，有压力才会有动力，我也喜欢这种压力，它会促使你要求自己更好一点，更进一步，就看你自己怎么想。程毅相信，只要他不把自己架到某个虚无的位置上，他就还是那个要本本分分的去完成每一个角色的演员，他也应该就是这样的演员。我没有什么位置，通过自己的角色被观众看到了，这是我最大的开心，因为这是我的职业。放下不必要的期待，尽力做好自己负责的部分，然后坦然接受扑面而来的结果，也是程毅在这1-2年的时间里感受到的成长体悟。好多计划变了又变，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就这样吧，我也学会了放下。特别是作为演员，职业里有太多东西不由自己一个人说了算，大到接哪部戏，小到飞机晚点耽误行程，他已经习惯了每时每刻都可能出现的变化。在这种不确定里，他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接受眼前的所有。比如我今天长胖了几斤，那怎么办？哪怕我计划好第2天要健身，但时间错过了也没办法，那我晚饭就少吃一点。每一天都会变，你就要想办法去解决。从莲花楼开播到现在，观众越来越多，有很多采访想要他更深入的去谈谈自己的角色，他拒绝了，因为他更想看到的是角色走向观众后，每个人都用自己不同的视角认识他，解读他。很多人都会问我，但我不知道说什么了，也尽量不去提他。如果大家喜欢我演的这个角色，我希望可以把它留在自己心里。演员的作品都要观众去检验，大家都是我的老师。你们看到了李莲花的另外一面，让我知道这个角色是这样的，同时还可以是那样的，这些说不定都可以用在以后的戏里面。从烈日炎炎的盛夏到白雪皑皑的寒冬，一个角色来过又离开。可能在程毅的职业生涯里，以后谈论他的次数会越来越少，但他知道，总有一些涟漪留在了心底很深的地方。他学习他，告别他，
也会想念他。不让自己活在由生命所包围的泡泡里，意味着程毅在直面真实生活时，难免要让渡一些私人空间。身为公众人物，如何面对无处不在的镜头已经是不小的困扰，但比起就此躲起来只以完美形象营业，他更愿意继续拥有作为普通人的自由自在。只有活在真实的阳光底下，他才能感受自己与世界的连结，才能在接下来的每一个故事里创造好每一个活生生的角色。碰到人打招呼，要说您好，你对他有善意，然后说不好意思，不太方便拍，谢谢您的理解，那人家也会尊重你。这些其实都还好，就看怎么去适应，去解决。前些日子，程毅在家休息了一段时间，除了调整身体状态，他还像每个普通儿女一样，陪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度过了一段格外放松的平淡日子。在这些生活片段里，他就像回到了小时候，可以跟家人撒娇，点自己爱吃的菜，也要陪长辈们去医院看病、做检查。从娱乐产业的宏观角度，也许很难想象流量当前，他能这样坦然地放下许多可能性，但回归生活的本质，他懂得这才是奋斗的意义。他不愿意舍本逐末，所以毫不费力的就能引领自己直奔想要的答案。长辈生病，我作为孩子有义务和责任照顾他们，这就是一个正常人要做的事情。你自己要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。工作中我是一个演员，要把角色演好。至于生活当中别人怎么看我，这是我自己的生活。回想起这大半年来的收获，程毅特别开心能跟至亲分享事业上升期的喜悦，尤其是从小带大他的爷爷奶奶，一直盼着能看到他的作品。这下不仅可以从头追到尾，还能听到周围的亲戚朋友谈论他的成绩。眼见他们如此高兴，程毅也多了一分快乐。这比很多具体的数据还要更直接、更满足。尤其我奶奶总说，你去北京这么多年了，我就没看过你演的戏，你都在干什么呀？现在终于看到了。我奶奶可逗了，老说莲花路，我说你都看完了，怎么还不记得是莲花楼还是莲花路呀？最近的6、7年，程毅特别在意给家人留出的时间，这既是他的孝心，也是他让自己回血的最佳方法。爷爷奶奶2个人现在都像小孩，跟他们玩可太有意思了。他们做湖南菜，味道比较重，只要能回去吃一顿，我就觉得很幸福。回想起还不太懂事的年少时期，程毅也试图通过叛逆去证明独立，但现在的他更明白了陪伴的意义。有时候即便长辈们的生活方式和自己不同，他也愿意花上一些精力填补这道鸿沟。他知道，理解不是凭空而来的，只有一开始就不懈地做出努力，才能保证彼此不会被时间冲散。最近程毅又要进组开拍新戏，但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里，摆在他心里第一位的，始终是自己的感受。生活是个持续的状态，他始终不曾离开。在风口浪尖上还能云淡风轻，有一种原因是比起在众多可能性面前如何艰难选择，程毅更在乎的是做出决断之后，究竟要怎样精耕细作。演员是个被动的职业，这一行里的很多人努力站到顶端，就是为了拥有更大的自主权。但在程毅看来，除了思前想后判断得失之外，还有个不能忽视的影响因素，就是如何付出。因为自己能抓住的机会，才算得上真正的机会。一旦选择了，我就会奋不顾身，一定要尽自己的能力把它做到最好。我不会后悔说，我们当初就应该选择另外那个，或者没有关系的，睡一觉再来，说不定后面有更好的给你。其实也不是没经历过苦日子，他还记得自己刚当演员时，跑了好几百个剧组去面试，有时候一个机会也得不到，肯定会想为什么都没有选我，肯定会伤心难过。
哭了2、3天的时候也有，都下不了床。但你怎么办呢？大家不都是这样？一路这样被挑选着走过来，他反而从等待中找到了化解之道，那就是既然机会来之不易，就得更加珍视。虽然现在有了一点点选择权，但选哪个好，一样难。更重要的是，你选择了之后，怎么把它做好。比如拍一部戏要花4个月的时间，这4个月是更难的，这决定了观众看到的结果。拍过不少戏之后，程毅明白，从来不会从天而降一个满分剧本，决定一部作品成败的关键，更在于整个剧组的心态。一个好的剧本，如果大家没有用心去拍，可能结果就没有那么好。就算是一个不好的剧本，大家氛围很好，很团结，那或许会有不一样的收获。这个过程我是非常享受的。每次刚进组那几天，对程毅来说都像是刚入学的第一场大考。跟导演一聊天，或者拍第一场戏，就知道你功课做得怎么样，这个是不能骗人的。他总说自己喜欢拍戏，其实喜欢不是一个直接获得的结果，而是像寻宝一样要经历漫长的探索。从拿到角色开始，就要不断赋予它更丰富的生命，只有自己先理解它，观众才可能接受它。这是演员的必修课，我自己多问导演一点，就可以进步一点，丰富一点。在过去很多拍摄现场的花絮里，程毅的状态比平时要活泼开朗，这并不是因为他的性格有什么变化，而是在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创作之外，他希望能和剧组的同事一起营造一个轻松的拍摄氛围。这2点并不矛盾，甚至可以说是在互相成就。毕竟你喜欢做和为了做而做是2个概念。每次进入剧组，只要化好妆，换好戏服，程毅就知道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又要开始了。今天出工了，就是2个字：打仗。他不允许自己状态不好拖累其他演员，也不允许自己让摄影、灯光、舞行等不同职位的老师浪费时间。说狠一点，他甚至不允许自己把这些标准称为敬业。因为我进这个行业就看到很多优秀的老师，他们是我的榜样，我一直在学着他们，我觉得自己差的太多了。哪怕已经足够努力地沉浸在表演里，这些年也拿出了耀眼的成绩单，时至今日，程毅依然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。他总是希望尽自己所能，让每一个在场的人都能高效地完成工作，不能站了1个小时让大家等你，那样我会觉得自己特别丢人。一转眼，时间跳到2025，程毅所处的境遇和几年前大不相同，但他仍然坚守着一个信条，那便是你自己想要看到什么，就看到什么。如同选择剧本时，他更在意如何进行2次创作。对着这个名叫人生的厚重剧本，他也同样关注拆开盲盒之后，要怎样顺应心意，走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结局。